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双语教育视频系列。本视频配有普通话讲解，并提供同步英文字幕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用长舌妇来形容爱搬弄是非、背后议论他人、对他人之事指指点点的人。而红颜祸水则常被用来指称美貌女子是灾祸的根源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两个词语背后都关联着具体的女性历史人物，也折射出古代封建礼制与性别观念所塑造的文化叙事。长舌妇一词历史悠久，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。最初，它具体指向西周幽王姬公生的王后褒姒，也就是烽火戏诸侯故事中的女主角。然而，在我们熟知的传说里，褒姒是一个寡言少笑的冷美人。那么，她为何会与长舌妇这一称谓联系在一起呢？要理解这一点，需要先回到她的身世与时代背景。褒姒姓姒，原为西周褒国人，今陕西汉中一带，因此得名褒姒。传说她美貌绝伦。公元前779年，周幽王出兵攻打褒国，褒国战败，为求赎罪，将褒姒献入周室。自此，他进入王宫，并迅速获得幽王的专宠。幽王对褒姒宠爱有加，甚至为他废黜原配身后及太子宜臼，改立褒姒为后，其子伯服为太子。这一举动不仅动摇了宗法秩序，更直接激怒了身后的父亲申侯，为日后的政治冲突埋下伏笔。传说褒姒生性不喜笑，幽王为了博其一笑，竟点燃烽火，戏弄诸侯。烽火本是边防告急的信号，诸侯闻讯而来，却发现只是虚惊一场。如此反复之后，诸侯不再相信烽火传讯。当真正的危机降临时，援军未至。公元前771年，申侯联合犬戎攻入镐京，周幽王被杀，西周灭亡，褒姒亦被掳而去，从此下落不明。西周末期的政治讽刺诗《诗经·大雅·瞻仰》中提到，妇有长舌，为利之阶。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。意思是说，有一个妇人搬弄是非，好尽谗言，是祸乱发生的阶梯与根源。动乱并非从天而降，而是由此妇人所致。这里的长舌妇指的就是褒姒，认为她挑拨离间，尽谗陷害申后与太子，是西周灭亡的导火索。然而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西周灭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周幽王自身的昏庸无能，以及他与申侯之间的政治冲突。褒姒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未必是决定性因素，更可能只是权力更迭与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。如果说长舌妇体现的是将祸乱归咎于女性言辞，那么与之相关的另一成语红颜祸水，则进一步把国家兴亡与女性美貌联系在一起。所谓红颜，源于古代女子以胭脂润饰面容，因而以红颜代指貌美的女性。随着文学书写的发展，红颜常与薄命或祸水并用，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化意象。这一观念的历史原型常被追溯至汉成帝时期的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。据署名凌玄的《飞燕外传》记载，二人以姿色得宠于汉成帝刘骜，先后被立为皇后与昭仪。汉成帝沉溺后宫，宠爱二人而疏于政事。书中记载，披香博士闹方成叹曰：“此祸水也，必灭火矣。”按照武德始终之说，汉朝属火德，因此所谓灭火，即暗指将危及汉室国运。由此，赵氏姐妹被塑造成祸水的象征，被认为预示并导致汉朝的衰败。无论是长舌妇还是红颜祸水，这两个说法本质上都是古代男权制度下的文化建构与污名化机制，用以将国家衰亡或重大灾祸归咎于女性的美貌或言行。在封建宗法社会中，这种观念反映了一种替罪羊心理与甩锅机制，通过指责女性，将男性统治者的昏庸与政治腐败责任掩盖起来，同时也体现了对女性的控制与恐惧。进入现代，语言的使用虽有所转变，但影响依然存在。长舌妇如今已不再专指女性，凡是挑拨离间、搬弄是非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可能被如此称呼。
而红颜祸水或红颜薄命仍然带有明显性别指向，更多用于感叹美女的命运多舛。语言从来不只是语言，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与权力逻辑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